季老师，我看思琪的房间没有收拾，应该不是离开了。你平时不是滴酒不沾的吗？就是突然很想喝。你要喝也等我走了再说。你要走？嗯，我又不是常住这里，那边的房租还交着呢。房租不是问题，你是着急回去跟思琪当室友吧？我没这么想。你在酒店的时候不是要选他吗？那是你让我选的，而且我答应过要帮他实现漫画家的梦想。你也答应过我。季老师，别再叫我季老师。季言信，既然都这么叫了，我也有话要说。你到底是怎么想我的？名义上我是你的助手，但谁都知道我是来追你的，一直得不到回应，我也是会放弃的。你要是再这么不清不楚，我真的不许走！不要走！我很需要你。我很需要你。需要我什么呀？你在，我才能安心睡着。就这样。嗯。你比安眠药好用。我就知道。你放心吧，我不会走的，除非你先开口。肩这么宽，腰这么细，啊，要是醒着的时候抱我一次就好，我很需要。想抱谁啊？季老师早上好。大早上这么勤快啊？啊，我在打扫卫生呢。够着了，够着了，够着了，季老师，谢谢季老师。喂。今天有空吗？有空啊，季老师，有什么事吗？见家长。啊？不过在那之前，先跟我去找个人。好。
季大小姐不用学习吗？你那站子都好久没更新了吧？你与其缠着我这空巢老人，你不如去谈一场健全的校园恋爱了。你还好意思说？我谈不了恋爱都是怪谁啊？你爱豆啊？不是说追星女孩不需要爱情吗？你放屁！我从小到大的恋爱哪次不是被你举报的呀？哎，凭什么你就能像蓝牙一样到处配对，我呢就只配脑洞发电啊？你把我的桃花还给我。行，等你20岁以后了啊。你说咱俩现在这状态，互相之间给点空间呗。你这成天老缠着我不回家也不是事儿啊。我这不是最近开发了一下我的脑洞，而且我现在回家看到爷爷实在是太尴尬了，他和哥哥一定会骂我的。你怎么会啊？你爷爷当你宝贝儿似的，怎么舍得骂你啊？至于你堂哥嘛，就更不会了。你又知道了？哎，不信你回头问他。跟我走。喂，约饭啊？行，没问题。哦，没事儿，熊孩子我已经叫人领回去了。成，回头见。哎呀，男人啊，上一秒呢还在安慰你，下一秒就渔场管理，真是再大的笼子都关不住你这只水做的鸡。今儿的风有点喧嚣啊，听不见。季秋，快到家了，收敛点。哦，那个，请问家是指季家老宅？你第一次去吧？紧张吗？还好，就是爷爷我见过了，伯父伯母。啊，我父母不住这儿。父母在我小时候就离婚了，妈妈一个人去了美国，我爸后来也不知去向。为什么这么看着我？没什么，就是你家太大了，我有点不习惯。多来几次就好。让我接手公司吧。小可爱回来了，我去打个招呼。别去。你知道自己在说什么吗？我知道，爷爷，您年纪大了，家业总是要有人继承的。与其去连累哥，不如让我来接下这个苦差。毕竟，他已经牺牲的够多了。哎，你不想当漫画家了？想，但我也想像哥那样，先把家里的事处理好，再去追求自己的梦想也不迟。哥能为这个家付出，我也可以。思琪啊，你总算是懂事儿了啊！可你是不是傻呀你？呦，爷爷疼，怎么了？你以为演电视剧啊？哪有那么多家业让你继承啊？哎，再说，你懂管理吗？你会看财务报表吗？啊？知道 IPO 有哪些步骤？我大富翁还有模拟人生，我有玩过。你小，哎呦，爷爷，思琪也是一片孝心。哥，他要前2年说这话，我说不定还高兴一下。现在晚了，
为什么？我累苦了一个孙子还不够，如今再搭上另外一个，公司那些事儿哪比得上我孙子的自由？我呀，聘了职业经理人，打理公司。以后啊，你们就去干你们自己喜欢干的事儿，啊。但是，别说了。这次我虽然得的不是什么大病，但我想通了，人生苦短。这些年啊，要不是你一心扑在公司上，说不定咱们家都该有第4代了。30岁前结婚，35岁子女双全，这不都是你小学时候就写的吗？实在不好意思啊，小学那会儿还没2胎政策吧？哎，老季，你还真是未雨绸缪。你，不许笑。哦，不笑了，不笑了。不过5年生2个是挺科学的。我错了，我不敢了，我不笑了。爷爷好。好热闹啊！哟，你来啦？季爷爷，我是不是来的不太是时候啊？哎，正相反。来，我给你们介绍一下啊，这位就是我新聘请的职业经理人林一。啊，小新，你们都熟了，我就不多说了。好久不见。好久不见，学姐。他谁啊？堂哥的学姐，你的潜在情敌。奇怪，那个女人不是她自己飞去美国了吗？现在还回来干什么？我觉得吧，老爷子还挺喜欢她的，这不还留她下来吃晚饭吗？爷爷真是够了，想抱曾孙子也要有个限度吧。喂，那边那个现任，你就没有什么想说的吗？季家的饭菜口味是偏甜还是偏咸？啊，情敌都打上门了，你现在还关心饭菜？对啊，口味要是不协调，饭桌等会儿又要打起来。再说了，我又不是季言行的女朋友。不吃葱姜吗？可是我有好几道大菜里面都放了，怎么办呢？要不然你让你弟弟过来一起挑。那不行，季家家规不准挑食。规矩要做，弟弟也要宠着。哎，你这人呢？柠檬放边上吧，思琪不太爱吃这个。行行行，那你看这排骨是做红烧啊，还是糖醋？哎，我记得你喜欢咸口的。甜的，他好不容易回来吃趟饭。做咸的吧。我去餐厅了，你们先讨论着。来干什么？你能来，我为什么不能？我不是来跟你吵的。我知道。其实这些年，我也不是什么变化都没有。有些东西虽然不喜欢，但只要你说是有用的，我都会尝试。行，那你把这个吃了。不喜欢为什么要勉强？你说的嘛，不勉强想怎么知道？真的是好的不学。我愿意，不只是你能为这个家牺牲，我也可以。但我不愿意。知道我为什么阻止你画漫画吗？你跟我不一样，太容易动情，一旦喜欢就很容易盲目，哪怕心里有5分，也会表现出10分。所以，
你是担心我叶公好龙？往往现实才是最好的试金石。你要是假了，早就放弃了。但是你一直撑到现在，我知道你不是说说而已。你就不怕我没有天分，浪费生命吗？你的人生是你自己的，你想怎么浪费都行。最重要的是你要说服自己。听起来你还是不认可吗？你想要得到我的认可，但我只希望你可以开心。我最怕你将来会后悔，所以对你确实狠了一些。这些年让你受苦了，抱歉。还有那些模型，我会慢慢找的，虽然可能找不全了。有生之年吧，一定。不用了，我想找的已经找到了。这些年，我一直很任性，对不起，哥。欢迎回家。我们家里啊，好久没这么热闹了啊！哎，你们俩这是？您别看我啊，我原来就坐这儿的。我也是啊，7年旁边就是我的指定位置。爷爷，我正好觉得有点挤，对面有个空位，我坐过去。你就坐这儿。没错，来，吃一块糖醋排骨。红烧肉多腻啊！你想还今年减肥啊？你家里好不到哪儿去。哎，刚才在厨房是谁说以后不会让着弟弟的？啊，还有人哭着说对不起呢，不也一样出尔反尔？你多大了，还撵长辈不放？今年算长辈吗？哎，当然算，她可是你哥的女朋友啊！啊？你什么时候有这种设定了？我怎么不知道啊？可是女朋友不是假扮的吗？啊？吃虾。不好意思啊，我是不小心路过阳台听见的。你，给我出来一下。爷爷，其实是……不关你事。林总，这样有意思吗？小秋，这么久没见，你变漂亮了。我本来就天生丽质啊，你别岔开话题啊。你最新的博客我看了，那个玉君直拍啊，我有点赞。真的？哎，你也喜欢玉君啊？我朋友在做他的演唱会，要不要帮你搞内定的票？前排摇滚区小号，带拍手的。真的吗？哇，从哪里从天而降的天使姐姐啊！人美心善还慷慨，我请你务必带我飞。你给我解释一下。解释什么呀？哎，我好好的孙媳妇儿怎么就没了？7年哪里不好了？你还拿人家当挡箭牌？他哪儿都好啊。爷爷，您是真想让他当您孙媳妇儿？你个臭小子，你又动什么心思呢？麻烦爷爷叫下林总。叫他干嘛呀？添油加醋。哎，臭小子！可以啊，林老师，竟然给我弄到位置这么好的票。一张演唱会的票就改口叫人姐姐了，如果能带你见见面会，是不是叫人嫂子的心就有了？要是能去见面会的话，我叫他妈都行。这点出息。不过呢，我追星归追星，嫂子呢，我是只认7年的，毕竟他俩是我追的第一对实锤 CP， 我可不能让他们就这么崩了。瞧你这表情，莫非是要搞事情？